大家知唔知道日本神話裏面嘅高天原到底係一個咩地方？係一個神明雲集嘅聖地啊，定係只係古人嘅想像產物呢？你又知唔知兩部記載日本最古老嘅歷史書籍《古事記》同埋《日本書紀》，其實咧喺背後隱藏住政治、宗教同埋文化統治嘅秘密。一個地方可以係神聖嘅領域，亦可以係操縱人心嘅工具。今次咧，我會帶你哋走入去呢個高天原嘅秘密之門，解構呢個充滿神秘色彩嘅地方點樣影響咗日本文化，甚至改變咗整個世界嘅宗教版圖。最後仲會話你知高天原對現代社會有啲乜嘢啟示。日本嘅創世神話係由兩部古籍咧就奠定出嚟嘅，就係《古事記》同埋《日本書紀》。嗱，呢兩本書咧雖然成日俾人哋咧並列提及，但係實際上咧係兩個截然不同嘅目的嚟嘅，同埋咧個表達方式咧都係唔同嘅，成為解讀日本文化嘅重要窗口。嗱，《古事記》咧係712年完成，由宮廷詩人太安萬呂根據天皇口述編輯而成，內容以平假名去寫成嘅，更加側重於呢個神話同埋呢個故事性。佢描述咗日本嘅天地開闢、神靈誕生同呢個人間創世，例如伊邪那岐同伊邪那美用一支矛去攪動呢個混沌，創造咗日本列島嘅傳說。書裡面咧嘅語言咧簡單通俗，內容浪漫而有詩意，帶有濃厚嘅民族敘事風格，更加容易咧俾大眾所接受嘅。相反，日本書紀喺720年由官方編輯完成，用正規嘅漢文記錄，目標係塑造日本作為統一國家嘅歷史形象。相比古事記，日本書紀更加重視記錄歷史事件，透過大量外交嘅記錄同埋國際嘅互動，強調天皇嘅神聖地位同埋政治合法性。喺內容上面，日本書紀咧顯得嚴謹而系統化。特別係佢刻意加入咗同中國、朝鮮等等地區嘅交流記載，明顯係為咗加強國際嘅影響力。兩本書唔單止係文學嘅風格，語言形式上面都有所唔同嘅。嗱，佢哋咧背後嘅創作目的咧係反映咗兩個時代嘅唔同嘅需求啦。一部咧用故事去拉近咗人心，一部用記錄鞏固咗權威，共同建構咗日本早期嘅文化脈絡。正因為呢兩本書都各自側重啦，佢哋咧一齊塑造咗完整嘅日本神話圖景，為後世提供咗無限嘅啟發。而呢兩本書同時提到一個共同嘅神秘地方，就係高天原。嗱，呢個象徵靈性同神聖嘅空間，喺神話裏面所有重要事件嘅起點，係神話同埋現實交錯裏面佔咗好重要嘅地位。高天原喺神話入面咧就被描述為一個天界嘅樂土。但係佢真正吸引人嘅地方係佢象徵嘅意義。呢個地方咧位於天之浮橋之上，連接住現實世界同埋靈界，成為神話裡面最重要嘅樞紐。喺呢個高天原，天照大神同佢嘅後代嘅神靈啦，決定咗人類世界嘅命運。高天原咧亦係宇宙初開嘅時候第一個生成嘅空間，喺混沌之中創造咗秩序。傳說喺高天原啦，諸神展開咗多場決定性嘅神話故事。好似天照大神咧，因為受到佢細佬須佐之男嘅冒犯，咁曾經一度匿入咗天涯湖，令到呢個世界咧就陷入咗黑暗，直到眾神合力策劃咗佢引出嚟，光明先得以重返人間。呢個故事咧就唔單止凸顯咗高天原作為神靈活動核心嘅地位，更加反映人類對光明同秩序嘅期盼。佢既代表天界神靈對人類嘅庇護，亦代表一種對和平同純潔嘅嚮往。佢嘅神話裏面咧，既有呢個實體性，亦都充滿住呢個隱喻，象徵咗日本人對天地間平衡同和諧嘅追求。相比其他文化裏面嘅天界啦，好似中國嘅神話嘅天庭啦，又或者西方聖經嘅天堂啦，高天原咧就明顯更加貼近自然嘅。佢同人間世界嘅連結咧，唔完全係權力嘅象徵，有一種更多嘅係一種靈性嘅對話。同時咧，高天原咧仲喺後世成為咗藝術同埋文學嘅靈感來源，喺呢個虛構同埋現實之間畫咗一道無形嘅橋梁。喺現代社會，高天原咧依然係日本宗教文化裏面有深遠嘅地位，亦係古事記同埋日本書紀嘅核心概念。呢兩本書嘅特點咧，亦都係反映咗日本神話同其他國家古籍之間嘅分別，展現咗唔同文化同埋歷史同埋靈性嘅理解。
古事記以浪漫化嘅神話敘述為主，將天地開闢、神明誕生去到創造人類世界嘅過程描繪得斯然安然。例如伊邪那岐、伊邪那美，佢哋咧創造列島嘅故事，充滿住呢個戲劇性同埋象徵嘅意義。而日本書紀咧就更加偏向呢個官方史書，以呢個漢文書寫記錄咗歷史事件，仲將天皇作為神聖化嘅象徵，建立日本政治同埋文化嘅合法性。相比之下，其他國家嘅古籍展現咗各自唔同嘅文化追求啦。例如印度嘅摩訶婆羅多，以史詩式嘅形式記錄咗皇族爭鬥同埋靈性嘅追求，融合咗戰爭故事同埋哲學理論。好似希臘嘅荷馬史詩啦，就聚焦咗英雄嘅人物啦，通過奧德修斯嘅冒險，強調人類智慧同命運嘅博弈。而古埃及嘅亡靈書就係一本指導靈魂穿越來世嘅神秘經典，展現咗古人對死亡同埋重生嘅深刻思考。日本古籍咧獨特之處咧係將佢神話同埋政治緊密咗結合咗啦。而高天原咧作為連結神同埋人同埋自然嘅中樞，相比咧其他古籍嘅英雄故事啊、靈魂探索或者呢個哲學討論咧，古事記同埋呢個日本書紀咧就更加具有呢個實用價值，成為咗塑造國家身份同埋鞏固權力嘅工具，同時亦為咗後世文學同埋呢個藝術提供咗豐富嘅靈感。喺現代日本，古事記同埋日本書紀好似民族文化嘅雙子星，佢哋共同就構建咗日本嘅精神根基。而高天原就好似一個永恆嘅燈塔，佢為咗文化啦，整個文化提供咗呢個方向同埋意義。古事記用神話故事塑造咗日本人對自然同生命嘅深層想像。呢啲故事咧就唔單止係古代宗教儀式嘅基礎，更加成為咗藝術文化同埋傳統表演嘅形式靈感來源，就好似一個打開咗神秘寶庫嘅鎖匙咁。佢係日本人對土地、家族同靈性連結嘅認識裏面扮演住重要嘅角色。日本書紀就係政治同埋文化嘅大廈基石啦，將天皇神聖化同將高天原嘅神話連結到國家嘅治理，將歷史、神話同埋呢個現實編成咗一個統一嘅敘述，鞏固咗日本作為民族國家嘅身份。同時呢本書咧仲喺外交層面強化咗日本文化喺東亞地區嘅地位。至於咧高天原咧，佢唔單止係神話裡面嘅靈性聖地，更加係日本人對秩序同和諧嘅終極嚮往。佢就好似一個連接咗天地人嘅橋梁，提醒住每一代人喺混亂之中追求內心嘅平靜。無論喺宗教嘅意義、文化慶典定係天皇職位上面啦，高天原都係日本靈性同權力嘅象徵。呢兩本書同高天原就好似三條支柱咁，支撐住日本文化嘅精神建築。喺解讀古事記、日本書紀同高天原嘅過程裏面，我哋可以見到日本神話對文化同埋靈性嘅深遠影響。而如果將呢一種探討放咗喺中國道教嘅框架之下，又會帶出咗另一種視覺。道教就強調天人合一，講求天地運行同人類修行嘅平衡。高天原呢一個神話嘅空間，就實際上同道教裏面嘅仙境或者洞天福地係有啲相似嘅。咁兩者咧都係靈性追求嘅象徵啦。同樣古事記裏面咧講述嘅神靈互動同修行者內心淨化嘅過程，同道教經典好似《道德經》裏面提到嘅修己以安人或者清淨無為有類似嘅啟示。呢一種咧中日神話嘅比較咧，唔單止令我哋更加理解兩地文化嘅共通之處，仲提醒我哋喺現實生活裏面點樣喺內心重發一份對天地自然嘅敬畏啊！如果你對呢一種靈性同埋文化交錯嘅探索有興趣嘅，記得訂閱我頻道。我哋下一集再見。